我们前些日子新收获的这批姜，在阴凉通风的地方已经放置有4天了，表面上的水分基本上都已经干了，现在该开始考虑储存的问题了。我这些天一直都在晒沙子，沙子是我们非常常见的，很适合用来储存姜啊、土豆啊、萝卜之类的。这是已经晒了有4天的沙子了，现在已经彻底的干了。我买的是这种很普通的用来给小朋友们玩的沙子，这种沙子是洗干净的，洗干净之后装的袋子。储存姜的最适宜的温度是在60到65华氏度，也就是15到18摄氏度左右，而湿度大概是65%到70%。我们如果有地窖的话，就可以把这些姜放在地窖里边，上面盖上厚厚的沙子保存起来，这样的话能放很久。不过现在我们已经很难看到地窖了。所以我一般会选择把这些姜用沙子给它埋起来，埋起来之后放到车库里面保存。我是这种和房子连在一起的车库，这种车库的一个好处就是冬天的温度不会太低，而且靠近房子里边的部分会温度高一些，靠近车库门的地方会冷一些，温度低一些。这样的话就可以通过调节这些储存的物品在车库里的位置来稍微的调节一下温度了。像这些姜，我就会把它们放在车库里边，离房子比较近的地方。这样的话，冬天的时候气温稍微高一点。像这些姜，如果要想保存的时间特别长的话，那最好是收回来之后不要用水清洗，就直接把它晾干，然后把表面的土给它掸掉。这样的话，埋在沙子里边储存时间会更长一些。不过我一般是喜欢把它清洁一下，因为清洁一下就特别干净了，将来吃的时候从沙子里扒出来，然后稍微冲一下就非常的干净了，不用再去掉上面的污泥什么的了。一般的话可以选择把这种姜埋在这种大盆里边，就这样给它摆好之后，上面再盖上厚厚的一层沙子。不过一般我会选择用桶，因为这样的大盆它占地的空间比较大，而且它的敞口开的也比较大，比较不容易保存湿度。用这样桶的好处，一是它比较省地方，第二就是里边可以堆放很多层，第三就是它的敞口也比较小，我们只需要在上面盖一个很小的小纸板，就可以保证一定的湿度了。先把桶底给它放上一层沙子，然后在靠近中间的位置给它放上几块姜，把姜上面再埋上一层沙子，之后再放上一层姜，然后再埋上一层沙子，就这样给它不停的堆叠，这样基本上就可以用这一个桶轻松的把这些所有的姜都给储存起来了。把大部分的姜都埋到沙子里之后，最后还可以再剩下一小部分姜。这一小部分姜可以把它装到纸袋子里，纸袋子可以分成2份，一份是装好之后放到冰箱里面储存，另外一份就可以在常温下储存。到时候我们吃的时候就先吃常温下保存的这个，然后接下来再吃冰箱里储存的。这2部分如果都吃完了之后，就可以到这个地方来把沙子扒开，一层一层的把姜从里面取出来了。最后这一层沙子我给它盖得稍微的厚一点，这样弄好之后就可以拎着这个桶把它放到车库里边保存了。沙子这种介质虽然非常常见，但是非常神奇，它不仅可以帮姜锁住水分，防止水分过度的流失，同时如果湿度过大的话，它也可以帮助吸收走，并且散发掉一定的水分，不至于让水分过多导致腐烂。剩下的这部分我就可以给它装在纸袋子里了。一袋给它放在冰箱保存，另一袋就常温的放置了。